为了吃鸡上分，我网恋了一个男大学生。游戏里，我开着变声器撒娇卖萌，骚话连篇，聊得他可谓是魂不守舍。直到素未谋面的外住的舍友搬回宿舍，我才知道我的网恋对象竟然是校草周琦。我特喜欢玩一款枪战游戏，奈何人菜瘾大，玩了快有1年，还是 KD 0.8，被当人机刷。舍友曲明明给我出了个馊主意，买个变声器装妹子，去钓个战神哥哥带我上分。听听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像我这种铁血特种兵，绝对不会。喂，哥哥有麦吗？我是甜妹，能不能带我上分呀？凌晨4点半，继上一把游戏破防后，这一把好不容易匹配到一个战神哥，我果断开变声器装起了妹子。战神哥似乎对这种搭讪司空见惯。哥哥你好厉害啊！哥哥你这么晚不睡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哥哥网恋吗？我超甜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没有老公。他大概见过主动的，没见过这么无耻的，忍无可忍。麦克风闪烁了一下，又迅速关闭，然后在聊天框扣了一串句号。不愧是战神哥，够高冷。知道我为什么半夜玩游戏吗？因为我好孤独，在现实里没有朋友，好不容易在游戏里匹配到队友，也没人愿意理我。大概是软萌甜糯的嗓音，配合着忧郁的小情绪，战神哥成功心软了。他开始给我让物资，看到我被敌人抽把吊血会封烟保护我，然后急速反杀。我内心喜滋滋，不要脸的继续问：那你可以和我组 CP 吗？经过几天的软磨硬泡，在我的强烈攻势下，他终于屈服，成功和我挂上了情侣名。我们互加了微信，为了哄他陪我上分，我少不得微信上嘘寒问暖，天天哥哥早安，哥哥在干嘛，亲亲抱抱的表情包批量刷屏。本以为如此拙劣的演技顶多敷衍1个星期，等我上新钻了就算了，谁知道战神哥意外的纯情，从刚开始的恩好上号变成了等宝宝上线的痴情大冤种。我系统里被赠送的礼物越来越多，新款皮肤、绚丽载具，甚至还有99桶燃油和粉色大飞机。游戏里无耻撒娇，老公我想要 AWM，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让给我，即使我拿着把枪打得跟拿烧火棍毫无区别，他也能违心的开麦夸赞。宝宝好棒！我每天沉浸在不断上分的快乐中，终于段位快要上到王牌的时候，杨元说我们宿舍那位素未谋面的校草舍友周琦要搬回来住了。几个穿西装的高壮男人扛着行李箱上楼，后面慢悠悠地走着一个身量颀长、眉目英挺的少年。行了，放那儿吧，你们可以回去跟我妈交差了。是，少爷。几人恭敬地点点头，整齐划一下楼了。我和杨元、屈明明3个人站在寝室门口目瞪口呆，那少爷还在倚着墙壁发信息打字，修长的手指有规律的轻点，眼神丝毫不离开屏幕。与此同时，我口袋里的手机嗡嗡作响。少爷的面青。被请进寝室的少爷似乎并没有那么表面上高冷，才一上午就和我们打成一片了。也许是被我们的话痨体质感染，他也加入讨论，不知不觉说出他有个网恋对象的劲爆八卦。大校草居然脱单了，对象还是游戏里网恋的。这年头游戏的网恋，这不两逼吗？谁知道对面男的女的？哈哈，说到这，小夏子前段时间……趁他没说完，我一把捂住了他的嘴。周琦冷冷地瞥他一眼，有些生气。她不一样，她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孩子，你们这群单身狗，呸！为了不继续这个话题让气氛变尴尬，我提议建个宿舍群，以此转移话题。周琦十分配合地拿出他的手机，让我扫码拉他。然而，当我看到那个熟悉的头像和昵称时，浑身都僵硬了。怎么了？看着面前屏幕上那个明晃晃的 ZQ， 我的脑袋像被超音浪轰了一样嗡嗡作响。此时才惊觉这道声线有多熟悉。我的网恋对象竟然是我的新舍友，这是什么鬼运气？我是什么天选倒霉蛋？快扫啊！脑子里闪过无数想法，我颤颤巍巍地拿出手机，悄悄切换到小号加了周琦，然后又拉了4个人的群。杨元和屈明明也疑惑地看向我，我用眼神制止他们。好在周琦没发现什么，等他去收拾床铺，屈明明在3人的小群里发道：我懂了，棉星，你特地另建一个群，是不是想着方便在这个小群里蛐他？你要这么想也不是不行。整整1天，我游戏都没敢上线，微信聊天界面里全都是周琦的信息。宝宝，我上午已经到寝室了，舍友们挺好，就是有点像一群无知的单身狗。我说我有女朋友，他们竟然说你说不定是男的，呸！他们就是嫉妒我。宝宝，我好想你。看着一条条弹出来的消息，我汗流浃背。以往恬不知耻颐指气使的气势荡然无存，谁敢信外表高冷的校草私下这么幼稚粘人？而我甚至敷衍到没问过他名字，微信备注仍然是 ZQ。 周琦，虽然合理，但这他妈谁能联想到啊？我真该死啊！我居然装妹子欺骗了一个纯情少男的感情。就这么辗转反侧到了深夜4点，我终于忍不住游戏瘾了，聊天框消停了，听着隔壁床周琦没有动静，应该是睡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戴上耳机点开了游戏。然而刚进游戏就收到明晃晃的入队邀请，周琦居然还在线。游戏聊天界面里是一连好几条信息。你今天为什么不回我信息？想等我下线再悄悄上游戏。你想抛弃我了是吗？我硬着头皮点了入队，周琦马上开了双排，气氛一时间平静沉默。周琦带我落到自闭城，我像往常一样找了个角落趴着狗分，而他开始大肆击杀。我有点心虚，又有点害怕，慌神之际忽略了近处的脚步声，被冲过来的一个敌人拿 AK 放倒了，血压一下子升高，我慌了神，眼看他就要补我，砰的一声，他被周琦一狙击毙了。我沉默了片刻，
在游戏聊天框打出一个谢谢。说话。我一激灵，分不清声音是耳麦里的还是隔壁床帘里的，刚悄悄摘下一边耳机，就听到隔壁床帘淡漠的嗓音同时出现在耳麦中。宝贝，你哑巴啦？平静的声音隐隐约约含着一丝风感，我察觉出他生气了。也是，站在他的角度，一场如火如荼的甜蜜网恋突然冷却，搁谁不疯？可是我真不知道怎么招架他了。以前那些信口说来的甜言蜜语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都卡在喉咙里，半个字都吐不出来了。就连我最喜欢的上分，现在看来都不香了。看我半天不说话，气氛似乎更凝滞了。我看你昨天的历史战绩了，你和一个叫韩念的主播双排了4局，4排了3局。我本来还拼命告诉自己不要多想，现在看来你是打算抛弃我，去找他了，是吗？哪里？此后半年，有人扫了我墓碑上的二维码，添加我为好友。谢小姐，能麻烦您搬个家吗？没听说过鬼还能搬家的，诈骗，果断拉黑。可下一秒，我就被阎王变到了他办公室。小谢啊，抽时间搬个家，单位给你放假。领导，好好的为什么让我搬家？哎呦，你还不知道原因呢？明家的小子，给他解释解释。只见一个黑色风衣的男人走到我面前，身材高大矫健，一张脸俊美无双。他冷冷地向我伸出手，我是明怀瑾。我快速握了一下，又一脸震惊地松开，居然是温热的。你是活人？先听明家小子说完。在男人的解释中，我得知明家是行走阴阳两界的大族，活着时除妖捉鬼，行侠仗义，死后进入地府镇压恶鬼，为子孙积福。前段时间明家老祖给家人托梦，说是被人压得翻不过身来，异常痛苦。老祖生前曾为明家立下过汗马功劳，死后也在地府掌权一方。小辈不敢懈怠，赶紧彻查，事情很快就找到了原因。原来老祖的墓穴上莫名其妙多了个小坟墓，小坟墓不偏不倚地埋在了明家老祖的头上，导致老祖痛苦异常。本来这是很简单，找到坟墓的家人挪一下坟就可以了，奈何小坟墓无墓无碑，明家想找人都无处下手。前几天一场大雨，小坟墓的墓碑被冲刷了出来，墓碑上有个二维码，明家人扫了扫，加上了我的好友。你说的不会是我的坟吧？正是你的。我让人查过了，你死去的时间也吻合。可我都不记得自己怎么死的了。如何死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就是明家要找的鬼。明家在地府非常有权势，当天我就被阎王放了假，跟着明怀瑾去人间挪坟。路上他掏出手机要加我好友，我尴尬的发现他就是我拉黑的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诈骗，你别介意。我隐身跟在明怀瑾后面进了一户人家，明怀瑾将挪坟的要求说了，面前的黑胖中年男人勃然大怒，走，我家闺女活得好好的，挪哪门子坟？明怀瑾疑惑地看向我，我环顾了一下房子，又仔细看了一眼面前的男人，使劲点了点头。没错，这个拥挤的小房子就是我家，这个黑胖男人就是我爸谢大山。谢先生，我是很有诚意的，您不妨再考虑考虑。谢大山激动地站起来，推搡着明怀瑾让他出去。这时门开了，一个女孩走了进来，谢大山一把扯过女孩，看到没，我女儿谢来弟。女孩抬起惊恐的一张脸，我愣了，小眼睛，大鼻子，黑乎乎的皮肤，这一看就是谢大山的孩子，可我却没见过他。爸，你拽疼我了。等着点，娇气个什么劲？女孩眼里泛着泪花，嘴巴张了张，又闭上了。明怀瑾看看隐身的我，又看看女孩，问道：你叫谢来弟？对啊。不对啊，他是谢来弟，那我是谁？看着我震惊的样子，明怀瑾没做过多纠缠，离开了谢家。临走前，他对谢大山说：如果你们同意挪坟，我可以支付50万的费用。你们找错人了。不对，什么时候谢大山不爱钱了？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谢大山眼中闪烁着强烈的贪婪光芒。从谢家出来，我胸口堵着一口气，上不去也下不来，整个身体沉重无比。我从没想过死后还会再见到谢家人，毕竟在谢家的生活不是那么愉快。晚上，明怀瑾对自己用了隐身术，带着我又一次进了谢家。这次谢家人全在，谢大山拉着我妈张翠花在房间里嘀咕：今天有人来家里让我们挪来地的坟。来地不是好好的哦，你是说死丫头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对方给50万。天哪，50万！可是丫头埋在哪我都忘了。我看着谢大山和张翠花，气得差点飙了鬼气。我死了才3年，不是30年。眼看着鬼气就要一出，明怀瑾一把将我拉出房间。第二天，谢大山和张翠花扛着铁锨上了山，我隐身挂在了张翠花身上。明怀瑾看了看黑胖的谢大山，嫌弃的撇撇嘴，他掏出一张符贴在身上，急速缩小并隐身，然后他坐在了谢大山的铁锨上，粉琢玉雕的一个小娃娃，怪可爱的。两人走了好久，在一处大石头旁开始挖，黝黑的泥土被翻起，一架小小的骨架被翻了出来。怎么没有？兴许当时埋得深，再挖一挖。又一具小骨架被挖出来，张翠花累得满脸通红，坐到地上不干了。咱挖错了吧？这是头2个孩子吧？这是丫头活着的时候就让人不省心，死了还得让老子来挖，真是赔钱货。
丧门星。张翠花说，女孩子从小就得学着做家务。姐姐谢的男比我大4岁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，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。我比弟弟大6岁。小时候放了学第一件事就是哄他，喂他吃饭，给他换尿布。但凡他哭一声，巴掌就会落在我身上。他牙牙学语会说话的时候，谢大山、张翠花高兴得不得了，说家里出了个神童。可我考了满分，谢大山却说女孩子家读书有个屁用，不如嫁个有钱人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自己干，学习也是靠自己，从没人辅导，但我还是能考满分。我一点都不是丧门星，老师都夸我聪明懂事。谢大山的话让我不高兴了，我把地下的铁锨拿到了他眼前。谢大山嗷的一声，吓得脸色煞白。我觉得不够，铁锨又当着他的面转了一圈，两人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磕头。大妮、二妮，不是爹妈狠心，是真的没办法。谁叫你们是女孩呢？老谢家不能绝了后啊！女孩的命就不是命了。我的2个姐姐眼睛还没睁开就被人埋在荒郊野外，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们的存在，更不知道她们有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的鬼，地府都不收的。我更生气了，铁锨狠狠砸向他们，两人的额角立马就红了。我还要再打，明怀瑾制止了我。打死可就得不偿失了。也对，我可是拼尽全力才考上的阎王殿公务员，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。铁锨在地上久久没有动静，谢大山、张翠花站起来，发现没有异常，转身就往山下跑。明怀瑾给2具尸骨念了断经文，重新找了个地方将他们埋下。刚出生便惨死的婴孩怨气最大，不超度无法再次投胎。你还挺有本事，谢谢你。那当然。谢大山和张翠花害怕的整夜未睡，床头放着朱砂、大蒜、糯米，还特意摆了一把桃木剑。一连3天未发现异常，两人心思又活络起来。咱明天再上山一趟，老子不信找不到死丫头的坟。那天的事你忘了？呸！我是他们老子，还想害我，老天都不答应。再说50万，那可是50万。第2天，两人扛着铁锨又上了山。这次他们找到了正确的位置，挤铁锨下去。谢大山挖开了我坟墓旁边的一块地，紧接着一具小小的尸骨被挖了出来。就是这里，死丫头就埋在这附近了。我出生那天，院子周围落下19道天雷，一群黄皮子和狐狸对着我家跪拜。村里人都说我是怪胎不能留，还劝父亲将我丢到乱葬岗。最后还是在爷爷的坚持下，父亲连夜请来了十里八村有名的无半仙。这孩子不得了，果真是一个妖胎，留下恐为祸一方，后患无穷。他只食血，不能吃寻常东西，就算留下来，你们肯定也养不活，他早晚都是死路一条。吴先生，您想想办法，怎么说也是我媳妇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不能眼睁睁看她死了。吴先生就没有什么让他活下来的法子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会有19道天雷轰在你家院子周围吗？刚才老夫掐指一算，算出来这孩子乃是被妖物给夺舍了。那妖物道行颇高，眼看着就要渡劫化成人形，却遭到天谴。正好这时你家孩子出生，那妖物不想被天雷打得灰飞烟灭，便把神魂落在孩子身上。刚才你家院门口叩拜的黄皮子和狐狸便是最好的证明。落在你家孩子身上的妖物可能是一只成了气后的妖狐，那些黄皮子和狐狸都是他的后代。吴先生，这可咋办啊？这孩子一生至少18劫，老夫倒是有过法子能保全他性命，就是做我的徒弟，走玄门之道，但一生命犯5弊3缺，却也比死了强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以后他再也无法与你们相见。爷爷和父亲商量了一下，觉得活着总比死了强，起码有个念想，于是就答应了下来。结果那无半仙抱着我刚走出村没多久就挂了，死状十分恐怖，而我却好端端躺在无半仙身边，不哭也不闹。父亲把我抱回家后，我的口粮成了问题，因为我不喝奶，只喝血。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时，一只白狐竟半夜偷偷送来几只野兔。从那以后，几乎每天我家都能收到各种野味。就这样，家人吃肉，我喝血。转眼过了3年，爷爷和父亲开始担心起来，他们还记得无半仙的话，我是天生应劫之人，每3年一劫。3岁生日那天，果真应了劫，村里死了一个人，村子里的人都说是我害死的。怪胎来了，喝血的怪胎来了，谁跟他说话谁就要倒霉。糖甜，哇，我也有好吃的，我给你拿，你等着。我把爸妈给我留的那碗野鸡血端了出来，小胖子不知道是啥，刚喝一口，碗没拿稳，一碗血全部洒在了身上。一个怪胎，甜啥的，竟敢害我儿子！一个恶婆娘突然跑过来，一把将我扔出去老远，狠狠砸在地上，我疼得哇哇大哭。恶婆娘还不解气，跑到我旁边又踢了2脚。你个天杀的，竟敢喂我儿子喝血，看我不打死你！
老三他媳妇，你打我孙在干啥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问问这个怪胎都干了啥？他竟然为我儿子喝血，万一吃出个好歹来，我让你们老吴家抵命！小杰，不是让你好好在家待着吗？你跑出来干什么？我想跟他们玩，他给我糖吃，我给他好吃的。爸妈回来后，听说这件事，狠狠教训了我一顿，说以后再也不让我出门了。家里人都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可第二天早晨，有人在后山发现了马老三媳妇的尸体，死状十分惨烈。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，说是我害死了马老三的媳妇。一开始村里人还只是怀疑，可当天晚上，马老三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他媳妇回来了，说是我害死了他，还让马老三杀了我，他才能安心去投胎。第二天一早，马老三就提着菜刀找到我家，要讨个说法。你要真觉得这孩子害了你媳妇，你可以杀了他，给你媳妇抵命。你要是有胆子，现在就动手。马老三要是真杀了我，他估计也要被枪毙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离开。可就在马老三媳妇安葬后第二天，村里人发现马老三媳妇的墓被挖开了，尸体不翼而飞。我被关进全世界最恐怖的监狱，这里关押着全世界最恐怖的罪犯，他们横扫异域的大夏战神，世界最大的军火商，各国通缉名单上的杀手之王，坐拥万亿商业帝国的隐形富豪。然而他们在我面前都会忍不住叫一声龙爹。龙爹，我再也不敢招惹你了，求你别杀我。下辈子低调点，什么档次也不知道，刚进来就想取代老子的地位，真以为老子会惯着你？以后见着我都把头低下做人，听见没有？听到龙爹。龙傲天，你可以出狱了。哦，恭喜龙爹重获自由之身。你好歹也是个狱长，竟然管一个罪犯叫爹，简直有辱官方形象。秦子清，你皮痒了是吧？有种你再说一遍。怎么想打我？你说对了。想打我们龙爹，先过我们这关。10分钟内登船。孩儿们，老子走后，你们都乖点，听监狱长的话，别越狱打架闹事，听到没有？听见了，龙爹。龙爹，我在华旗银行有100多亿美金存款，这辈子怕是出不去了，密码6个0，请龙爹帮我花掉，别便宜了银行。放心吧，老乔，我会帮你花光的。龙爹，这是鸿门令，见子令如见总舵主，请龙爹帮我照看一下鸿门，别让鸿门没落了。虽然你老陈跑大下来发展势力被抓，但几年相处，我能看出你的心是红的，所以我答应了。龙爹，我这有100多套房产，全是1亿以上的豪宅，我全送龙爹，请龙爹帮我关照一下帝豪集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为我洗刷冤屈。老林放心，就凭你捐过300亿扶贫，我定会帮你洗刷冤屈，还你自由身。龙爹，我在樱花岛上养了100多个美女，个个活好不粘人，我被抓这些年，他们肯定寂寞死了，你有空去帮我润一下他们。这是樱花令，见此令如见我本人。老子不像你，跟条野狗似的，欲母其母，欲攻其攻。狱长，我就不去见老杨了，怕他舍不得我走，你替我跟他道个别。放心吧，龙爹，我会把话带给老杨。老子该走了，孩儿们再见。恭喜爹。你爹让我来接你，并带上这4张婚书，让你4选1，选我秦子清，就留东晋从军；若选楚子轩，就去帝都从医；若选方诗韵，就去护海经商；若选叶青美，就去阳城从武。我建议你别选我，因为我看不上你这个纨绔中的败类，渣男中的战斗机。知道这里面关的都是些什么人吗？杀手之王、世界级毒枭、恐怖社团首领、武者、军阀等。那你耳朵聋了，没听到他们管我叫爹吗？连这些人都管我叫爹，你哪来的勇气，敢在我面前这么骄傲？军刀，把这个臭纨绔给我打趴下！我最喜欢打你这种纨绔了，请问你做好挨虐的准备了吗？我劝你滚远点，别作死。像你这种纨绔，我打你如打狗。跪下！就问你服不服？服，我服。还敢在我面前装逼吗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滚！你还要在我面前放肆不？你，最后问你一遍，我们4个你到底选谁？成年人才做选择题，老子全都不要。你回去跟我爹说，我要娶那个被我伤害至深的女孩。杨子熙那贱人跟条疯狗似的乱咬我们刘少，刘少很生气，要你们家破人亡，所以你俩可以去死了。妈的，单打我们狗哥，你死定了！叔叔阿姨，你们没事吧？你是这个罪人，我家子熙被你害惨了，你怎么还有脸跑我家来？阿姨，子熙怎么了？快告诉我！我女儿好惨啊！
我家子熙怀上你的孩子，本来我们是劝她打掉的，结果检查出来是对龙凤胎，子熙舍不得打掉，就坚持生了下来。哥哥叫乐乐，妹妹叫菲菲。1个月前，几个人贩子跑进幼儿园，把俩孩子强行抓走。当警方抓到人贩子时，俩孩子已经被卖给器官贩了。该死的人贩子，老子要杀绝你们！这人太可怕了，快跑！全他妈给我去死！叔叔阿姨，子熙呢？他人在哪？快告诉我！子熙怀疑是一个叫刘少杰的公子哥指使人贩子抓的孩子，就跑去刘家闹，拿菜刀伏击刘少杰，要和他同归于尽，然后被刘少杰抓去精神病院，要给他打针，把他变成疯子。哪个精神病院？江州市第2医院。我在杨子熙家打死几个混混，你过去处理一下，顺便帮我照看一下他父母。刚出狱就打死人，还是几个？你闹哪样？老子要血洗江州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守了20年的清白身子，就这样没了。哎，真没想到，我守了20年的童子身，就这么破了。叶枫，你混蛋！我问你，你怎么会在我房间里？你还问我？昨晚你请我喝酒，还不停劝我多喝点，想不到竟是缠我身子，故意把我灌醉。看来四师傅说的对，越是漂亮的女人，越不能轻易相信。昨晚的事，你要彻底忘掉，就当没有发生过。敢出去乱嚼舌根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睡都睡了，怎么能当没有发生过？四师傅说过，睡了女人就要负责，否则就是个渣男。看你长得还不错，身材也不错，给我做老婆怎么样？你，喂，你怎么了？咦，这是玄阴之体九阳绝脉。你干什么？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浑身冰冷，体内仿佛被冰刀刮过，痛不欲生？你这病是不是从小就有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？你这病如果不及时医治，随时都可能没命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可以穿衣服了。我的病治好了吗？治好还早着呢，我只是暂时替你压制住了病情，不让它发作而已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你这病要想彻底治愈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只要像昨天晚上那样，每周和我睡一次，连睡3次，这病就能痊愈。我的玄阳之体可以平衡你玄阴之体的寒冰之毒。我在镜湖小区有套房子，一直没住过，你先住那里，有时间的话我会去找你。和我睡，给我房子住，我怎么感觉自己像是吃软饭的？5年了，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？叔叔，求求你们不要抢走我的馒头，我1天没吃饭了，我好饿啊！我爸爸妈妈和哥哥也好久没吃饭了，求求你们让我回家。叶家的小贱种，饿死才好，不让你捡，回家使使去吧。江家人太过分了，叶家被毁都已经5年了，江家到现在还不肯放过他们的族人，连一个叶盼盼都欺负，太不要脸了。听说叶氏一族还活着的族人，这几年一直被江家打压，日子过得苦。放开他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放开他！哪来的土包子？江家的事也敢管？滚一边！打伤江华，你死定了！当年我叶家被毁，江家也是参与者之一。江家人该死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盼盼。叶盼盼，你是三叔的女儿。盼盼，带哥哥去你家里好不好？好。爸妈，有人来咱们家了。你是？三叔，我是叶枫。小枫，你真是小枫？是我，三叔。可你的容貌……三叔，一言难尽。我这5年有一些奇遇。真的是你，太好了，小枫。5年前你被江家打散双腿，扔到街头，我和你大伯、小姑被江家等几大家族威胁警告，不敢给你送吃的。后来你突然消失，没了音讯，我们以为你死了。小枫，你不要怪我们。三叔，我知道当年你们是迫不得已，我没怪过你们。小枫，你回来的事千万不要让江家等几大家族知道，否则他们不会放过你。二哥家就剩你这一根独苗了，你可不能再出事了。三叔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叶家的狗杂碎，打伤我江家子弟，滚出来受死！成哥，就是他打伤了江华。江华虽是江家旁系，但也属于江氏一族，打他就等于打我们江家的脸。老五，你过去打断那小子的双手双脚，给江华出气。滚！一群蝼蚁也敢在我面前猖狂！都给我滚！等我去江家讨债时再收拾你们。三叔，这里环境太差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，你们先住在那。唐苏苏把这么好的地方送给我住，倒是挺大方的，不枉我给他治病，陪他睡觉。一辆没有司机的破旧大巴行驶在浓雾中，3女4男坐在车上，他们面色苍白，表情不一。所有人都是睡着之后突然出现在这辆大巴上的。原本车上有8个人，
其中有一个胖子怀疑这是恶作剧，跳车离开。可下一个十字路口，被迷雾笼罩的红绿灯上竟飘着胖子的人体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吓傻了，再也没有人敢下车，直到大巴停在一座古老的别墅外。走吧，我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。真的要进去吗？万一里面不安全呢？所以你要回到迷雾中，跟那个胖子一样吗？就这样，众人跟在林北后面，推开别墅的铁门，走进别墅。当别墅房门被打开时，众人预想中的恐怖场景并没有出现。到了，进来吧。你们最好快点进来，那片迷雾很不安全。众人吓得一哆嗦，争先恐后进入房间。房间内，4个人正围在火盆中间，他们望着火盆中的火焰，呆呆出神，也不说话。气氛就在这样的沉默之中越来越冷。请问这里是哪里？我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外面的迷雾和大巴是什么情况？思索片刻，林北问出了3个问题，可没有人回答他，甚至烤着火的4人压根都没多看他一眼。问你们话呢，都哑巴了啊！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，如果你们能从第一扇血门中活着回来，我会将这些问题的答案告诉你们。血门？那是什么？在别墅的3楼，你们时间不多了，还有不到5分钟血门就会开启，到时候你们就会进入血门中的恐怖世界，去完成血门上的任务。完成任务后，大巴车会来接你们。如果没有完成任务，会怎样？会死，而且是非常凄惨的死去。可以不去吗？可以，不过你以后最好不要睡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不去血门内完成任务，那么血门后就会有东西来找你，无论你逃到什么地方，他们都会找到你。然后，烤火男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可众人已经知道了结局。在我们进去之前，你们还有什么叮嘱吗？血门背后的故事虽然无比凶险，但都存在不止一条生路。只要你们找到生路，想要完成任务并活下来，并不难。多谢。林北朝着楼上走去，络腮胡刘一山一番激烈斗争后，也咬牙跟着走了上去。浓郁的血腥味伴随着木头腐朽的气味弥漫。别墅3楼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扇被鲜血浸红的木门，木门上写着一行字：照顾床上瘫痪的老人5日。其他人也陆陆续续走上来，看见木门上的血字，都是一愣。照顾老人，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任务。这么简单吗？木门被一双苍白的手推开，然后众人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当他们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已经全部来到了血色木门的背后。真是抱歉，叫各位一起前来照顾我的母亲。只是我丈夫外出工作了，我要带女儿去海边过生日，家里实在没人。而我的母亲由于年纪大了，不但瘫痪在床，而且智力退化严重。我担心2、3名护工可能照顾不周到，于是索性将各位全部都从公司雇来了。钱的方面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不缺钱。等我回来之后，如果母亲照顾妥当，我会单独向各位支付报酬。说着，他引领众人走进了别墅2楼，来到了那间宽阔阴暗的房间内，里面躺着一名面色慈祥的老人。妈，我要带团团去海边过生日，专门为您找来了7名护工，这5天由他们来照顾您。他说完，又凑近了老人的耳畔，低声说了什么。我的母亲虽然瘫痪在床，有点老年痴呆，但一些简单的话是能听懂的，而且母亲身体总体还算不错，没有其他的疾病，胃口也好。对了，我还没有带各位去过厨房。他说着，又带众人下楼，来到了别墅的厨房。厨房同样很大，桌上厨具一应俱全，全都清洗得十分干净。这里已经入夏了，雨季也即将来临，这边的暴雨很可怕，未来3、5天可能会有大风大雨，到时候买菜买肉会非常不方便。但是各位不用担心，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水。另外，我的母亲不喜欢吃蔬菜，你们平时给她做饭的时候多煮点肉就行。各位还有什么疑问吗？请问这个别墅区没有其他人居住吗？是的，其实这个别墅区修建有些时间了，但因为过于偏僻，所以除我们之外，并没有其他人住这地方。事实上，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的缘由，我们也不会住在这里。这5天里，你们就将自己当作是别墅的主人就好。2楼的住处我已经为各位全部打整出来了，到时候你们自己挑选自己心仪的房间就好。但要注意，各位，你们绝对不能够进入别墅的3楼，明白了？知道了。既然各位已经了解，那我的母亲就拜托你们了。车快开了，我要先跟女儿走了，不然会错过高铁的。林北隐约觉得不大对劲，于是来到了窗口，注视女人离去的方向。就在他们上车时，那个小女孩却回过头与窗口的林北对视。小女孩脸上写满了恐惧。众人回到了大厅，简单做了自我介绍后，便开始商讨关于照顾老人的事。你们说，会不会这就是某个节目组来通过这样的方式邀请我们真人秀？这么快就忘记了那个胖子了？电视做节目会把人杀了剥皮？怪异，那这是个道具呢？什么鸡血狗血？不是兽血，我以前是兽医，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各位，当时那个红绿灯上的血100%是人血，而且是最新鲜的人血。别说了，求你别说了。还是先想想怎么度过这5天吧。3名女生负责做饭和洗衣服，我们4个男的负责照顾那个老人。你们倒是会偷懒呢，听到女主人说那老东西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，
就主动请缨要去照顾她，你们当我们傻还是怎么的？好丑啊！多好一姑娘，怎么满嘴氛围呢？你特么骂谁？你不想洗衣服做饭，我可以和你换，你去照顾老人，剩下的女生还有要换的吗？我抱歉，我是真的不会做饭。有会做饭的爷们儿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跟你去做饭洗衣服，真是一群废物，连做饭洗衣服都不会。糙人，嘴巴放干净点。要不是老子不打女人，你看今天你死不死？厨房在1楼，老人在2楼，别墅很大，众人各自忙着，便分开了。直到2楼上传来的一声刺耳尖叫，刺破了这可怕的寂静。诡异末世降临，当无数人在规则中小心翼翼寻找生路，为了几块冥币大打出手时，我早已开启了大撒币模式。只因我重生后拥有冥府银行的万亿冥币。暗夜高校买，死亡医院买，恶鬼商场小爷有钱，全部都买下来。诡异降临，被选中的幸运儿，请按照任务进行，否则将无法保证生命安全。我不是已经抢劫被冥府银行失败，被守卫烧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？难不成我重生了？听说咱们江村不断在出现诡异场景。听说了，那些去做诡异任务的人，轻则断手断脚，重则连命都没有了。也就是咱们学校正常秩序还勉强维持着。难不成上一世所要经历的苦难还要再经历一遍？不甘心，这是我的空间戒指。戒指中的冥府银行居然也还在，里面的1万冥府冥币我能够随意取用，哈哈哈！开局就有万亿冥币，爽呆了。突然间，教室里传来一声尖叫，一个女生刚才还和同桌聊得正欢，此刻却用颤抖的手指指着自己的课桌。只见她的课桌上出现了一张血红的字条，字条上写着诡异任务午夜食堂。与此同时，我看着自己的桌子也出现了相同的纸条，血红的纸条上赫然写着任务描述。这么快就要开始这辈子第一次的诡异任务了吗？还有一丝丝兴奋怎么办呢？现在是晚上9点半，距离任务开始还有2个半小时，去食堂的路不过10分钟，足够赶往食堂了。能不能不去做任务啊？我想回家。不去？你是闲死的不够快吗？前2天我家小区有个男的收到了诡异任务，死活不敢去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任务开始时间一到，这男的腰上直接就出了一条红线，整个人被成了2半，听说挣扎了10几分钟才痛苦的死亡。随着放学的铃声响起，学校里的学生越来越少，几个接到任务的同学聚到一起，每个人手里拿着纸条，几个女生都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其中2个女生甚至小声地呜咽起来。相比之下，我显得格外淡定。前15年末世的历练，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，更何况我手里有万亿冥币，重生前又做过这个任务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不过午夜食堂是个潜力股，有很大的升值空间，这一世想要纵横诡异末世，就从买下午夜食堂开始。午夜到来，食堂的大门里走出了一个穿着制服的身影，同时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味从食堂大门弥漫出来。几位年轻的侍者，欢迎来到午夜食堂。各位新来的侍者，我是午夜食堂的经理。为了保证各位工作的顺利，我需要向你们说明午夜食堂的规则，请务必要遵守规则。第一，前来消费的就是尊贵的上帝，无论客人提出什么要求，都需要无条件满足客人。第二，工作时间期间不允许离开食堂，不能损坏食堂的物品，否则会受到惩罚。说完规则之后，女鬼经理将我们几人带到一个包间门口，包厢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桌子，坐着一个只有着半个头的诡异。只见诡异从他破碎的嘴巴灌进去，其中一部分汤汁流到了桌子上。诡异伸手一指，用他只剩下半截的指头指向了柳如烟：“你帮我把流出来的汤擦干净。”柳如烟露出了可怜的表情，她的身体不自觉地贴向我，慢慢地在我的胳膊上挤压，用可怜的声音小声说道：“林北，我好怕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”能在诡异末世活了5年，我要是圣母早死了，想让我替她送死，除非我脑袋有病。柳如烟本以为我一个小处男，自己施展一下女性魅力，就能让我像那些舔狗一样。然而没想到我不吃这一套，被我干脆的拒绝后，柳如烟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咬牙朝着诡异走去，用制服的袖子将餐桌上洒落的腐烂的血红汤汁一点点擦干净，强忍着恶心。柳如烟把餐桌擦干净了，诡异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冥币，递给了柳如烟：“这是给你的小费。”顿时，柳如烟的眼睛一亮。要知道，诡异任务中如果违反了规则，可以用冥币让诡异网开一面，甚至有富豪出了100万的天价才买到了100冥币。柳如烟看着手里的10冥币，眼神中露出了嘲讽和不屑。在诡异任务中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在午夜食堂里拿了诡异的冥币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柳如烟高兴得太早了。这盘菜我吃完了，帮我把盘子撤出去吧。在兴奋状态的柳如烟没有迟疑，一手拿着冥币，一手接过盘子，拿着盘子就往外走。可他没有注意到，诡异的脚从桌子下伸了出来，挡在了他的脚下。只见柳如烟刚走出2步，就被诡异的脚绊了一下，急得踉跄摔倒在地上，手里的盘子在地上摔成了碎片。几秒钟后，经理的骷髅头看到地上摔成碎片的盘子，表情顿时变得难看起来。是谁把盘子摔碎的？破坏餐厅的盘子是要受到惩罚的。是他，是林北，他把盘子摔碎的。
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不要脸，我拒绝替她送死后，就对此怀恨在心。闯了祸之后还想嫁祸我，可惜她不知道在嫁祸自己的那一刻，她的死期已经到了。你在把我当傻子糊弄吗？那里有摄像头，你们干了什么？我看得一清二楚。见到嫁祸我失败，柳如烟脸色惨白。猛然间，她想到了什么，慌忙从口袋里掏出10冥币的小费，对着女鬼经理大喊：我有冥币，我赔，打碎的盘子我赔。你确定你要用手里的冥币来赔餐厅的盘子吗？对对对。看似无解的死局，其实隐藏着生路，生路就在规则之中。可惜了，柳如烟错过了她最后的生路。可是你的冥币不够，这个盘子需要20冥币，你只给了我10冥币。如果你的冥币不够，我需要用你的一半身体抵债。闻言，柳如烟一下子瘫倒在地，地摊冒着热气的液体流了出来。见状，餐桌旁的诡异满意的拍了拍手掌，他对眼前一幕很感兴趣，他很喜欢看到逝者从恐惧到喜悦再到绝望的样子。随后，诡异时刻舔了舔半个嘴唇，将食指指向我，从口袋里掏出了10冥币，不由分说放到了我手里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诡异时刻拿起另一个盘子，哐当一声砸在地上，砸成了碎片。诡异指着破碎的盘子，对餐厅经理说道：这个盘子摔碎了，我要让这个叫林北的逝者赔这个盘子。爷爷给村里的老光棍纹了个送子观音后，老光棍竟奇迹般的怀孕了。可他非但不害怕，还兴奋地朝我爷磕了20个响头。但没过几天，老光棍竟暴毙而亡。爷爷带我去拜祭时，一直在唉声叹气。人身污秽，菩萨哪能纹身上？那是有报应的。我就不该给你纹这个送子观音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一邪门事。村里的小混混缠着我爷爷给纹一个关公，可爷爷一口就回绝了他。你的命不硬，纹关公扛不住，到时候必出事。死老头子，你要是不给我纹，我回头就把你这破店烧了，再扒了你家祖坟，还有你这小孙子也别想要了。有言在先，如果出了什么事，我概不负责。小混混见爷爷答应了，哪还管那么多，说什么他都点头。后来爷爷顺利的给他纹了个栩栩如生的关公，可当天夜里，那闭着眼的关公竟睁眼了。小混混像中了邪般将自己活活砍死。爷爷说，如果他把关公纹在胸口，或许还不会出事，但纹在背后必死无疑。这事过后，我对爷爷的纹身越来越好奇。15岁那年，爷爷终于答应把纹身技术交给我了。也是这时候我才明白，爷爷的纹身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纹身，它能辟邪、转运、生财、招桃花、保平安，俗称鬼纹。鬼纹是属于阴术的一种，邪门程度可想而知。而我们鬼纹更是以人身作画，纹鬼神，招阴阳。你火候还不够，现在还不能碰，不然会丢了性命。知道了，爷爷。可是在今年的鬼节前一天，爷爷却突然离家。临走前他对我说，鬼节会有人和鬼来讨纹身，人来讨纹身，可以给他纹，他会救我一命。鬼的话千万不要给他纹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你一定要切记一点，只能纹阳纹，千万不要纹阴纹。鬼纹分阴阳，阳纹正统，而阴纹则邪魅无比，但效果更加好。阳纹非常正统，基本不会有危险。纹的东西大多是阳物，比如神、仙、龙、虎之类的。鬼节都没到，你这糟老头子就开始讲鬼话了。话说你要去哪？去解决几10年前的恩怨，我交代的事情你照做就行。说完他就走了。第二天鬼节，果然有人来了纹身店，是我们村一个带着肚子的孕妇。小北，你爷爷呢？爷爷进城去了，没在家。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。陈翠莲一听就眉头皱成了8字，整个人脸色都不好看了起来。她脸色有些苍白，而且神情略带着害怕。小北，你会鬼纹不？当然会。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？陈翠莲听到我会鬼纹，立刻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我。小北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你先别急，先把事情说了，不然光哭有个屁用。陈翠莲止住眼泪后，立刻把衣服一翻，露出了一个硕大的肚子。我立刻惊呆了，她的大肚子凸起了几道跟青筋一样的东西，那东西的形状好像蛇。看到这画面，我潜意识里刻出现了一个恐怖的想法。你这是……在我怀孕大概3个月的时候，家里突然进来过一条蛇，我怕蛇把鸡咬死，于是就找来了一条竹竿，把蛇给活活打死了。打死后也没埋，直接用竹竿挑出去外面扔了。出现纹路后，我去医院照过了，把医院的医生都吓了一大跳。后来我还找了几个道士和尚做法，可一点用没有。坏了，蛇是一种很邪性的动物，在北方被称为野仙。怀孕的人千万不能杀蛇，不然对宝宝不好。而且爷爷说过，家里有怀孕的人进蛇是好征兆，那蛇就更不能杀了。陈翠莲听了后就更害怕了，好像得罪了什么神灵一样，她双脚一抖，直接跪了下来，拜完天又拜地，嘴里念叨着对不起那蛇的话。你别害怕，这是虽然邪乎，但只要我给你纹个鬼纹，应该可以解决。爷爷走的时候已经交代过了，来的是人尽管给他纹就是，意思是我可以纹鬼纹了。我想了一下，
打算给他纹个视米罗刹，这玩意正邪也克舌。谈好价格，我就把他带进了纹身室，备好颜料和纹身的工具，我就准备给陈翠莲纹了。几个小时后终于完成了，没想到用死人血、骨灰、尸油做颜料竟这么好看。这纹身好丑。别乱说，鬼纹就是借助这些邪灵的力量产生效果，如果亵渎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旦纹上了，那就是邪灵与宿主的关系，得罪了，那会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准。话音刚落，突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我和陈翠莲都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只见刚才纹的视米罗刹纹身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黑气，那黑气跟活的一样从陈翠莲纹身上飘了出来，在空中凝结成一个小人，还传来阵阵嘻嘻笑声，听得我毛骨悚然。黑脸朝着陈翠莲的肚子就冲了过来，下一秒陈翠莲惨叫一声，捂着肚子喊疼，下身流出一股股黑色的血液。会不会是我搞砸了？没纹好，这会不会搞出人命？而且还是一尸两命，毕竟第一次做鬼纹，我也紧张害怕。可没过多久，陈翠莲说她没事了，掀开肚皮后，那凸出来的小蛇也已经消失。她说她刚才拉了很多血出来，顿时整个人都轻松了，她的肚子也恢复了正常。刚才的黑气应该是视米罗刹纹身在发生作用，这鬼纹算是成功了。没想到效果这么好，虽然有点邪门。陈翠莲好了后对我千恩万谢，最后从她带过来的包里拿了1万块给我，才高兴的离开。我有点疑惑，这孕妇还随身带1万现金。大概晚上8点的时候，店里又进来了一个人，大概30岁左右，他一身黑衣，皮肤和脸色都有些偏白，他的手指很长，个子偏高。请问林云老先生在吗？他今天有事没在，我是他孙子林北，请问你是想纹身吗？既然你是他的孙子，那请问你会鬼纹吗？好家伙，又是一个讨鬼纹的，可偏偏这已经是晚上了。爷爷说今天会有一人一鬼来纹身，这男人略微苍白的面孔，他该不会是……不好意思，我不会。如果你要纹，只能等我爷爷回来了。那林云老先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没说。小兄弟，你纯身肉有黑气，印堂略微发青，怕是中邪了。今天是鬼节，得小心一点。我看你还是留在这纹身店中，莫要离去，等明天一早再走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算讨不到纹身，也不用这么诅咒我吧？你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。男人并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看向了我嘟嘟囔囔的2个口袋。我的口袋里装的是钱，是刚才陈翠莲给的1万块，分2个口袋装着。这家伙该不会是看出来了，想打劫吧？毕竟是外来人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你口袋里装的死人钱，你今天肯定是遇到什么了。听了他的话，我立刻掏出了一张瞧瞧，果不其然，掏出来的钱居然是冥币，是死人钱。深夜，我变成小猫咪钻进校草室友的被窝，白天我却对他口出狂言，让他滚蛋，直到我控制不住的露出猫耳，看着冷着脸的室友，泪眼汪汪。求你了，摸摸头。我将一盆凉水浇在了脑袋上，甩了甩头发，浑身的燥热慢慢褪去。镜子里的自己，双眼含情，脸颊潮红，耳根发烫，根本不能看。特别是黑色头发里藏着的一对猫耳，我抬手压了压，却消不下去。9月份到来，校园里的猫咪太多，勾得我发情期来了。作为猫族第一个大学生，我立誓要好好藏住自己的身份，安安稳稳的拿到毕业证，光宗耀祖。这么想着，我戴上了帽子，走出浴室。我的发情期一般就1个星期，熬过这7天也就好了。嘿，林墨，来跟新来的室友打个招呼呗。顾衍之，校草加学生啊。我紧了紧帽子，抬眼看向顾衍之，他眉眼深邃，看见我时眼里闪过一抹惊艳。我不安地动了动鼻子，一股猫味，猫界中的渣男，不知道撸过多少只猫咪，一点都不专一。我紧了紧喉咙，忍住了想贴上去蹭蹭的冲动。这个男人对猫来说有着特殊的吸引力，我一不小心就会破防，到时候不仅是耳朵了，连尾巴也会控制不住跑出来。想到那个场景，我害怕的将帽子拉得更紧了。我想绕过顾衍之赶紧逃走，他却硬生生的挡在了我面前，一张俊脸上满是担忧。是叫林墨对吗？你的头发和帽子好像全湿掉了。顾衍之一边说着，一边就要伸手来碰我的帽子，把我吓了一跳。猫耳朵可不能被人发现，我用手背很是用力的打开了他的手，气氛瞬间凝固了。我冷着声音开口：别来碰我的帽子，我是不是用不着你管？面前的顾衍之看着被我打掉的手愣在了原地，他捏紧了手，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，温润的脸突然冷了下来，看着我的眼神让我心里发毛。我强装镇定的迈开步子，从顾衍之身边溜掉，一下子窜进了被窝里。要装成一只霸道的猫咪可真难悟。猫猫落泪点 JPG。拜见啊兄弟，林墨就是有这个怪毛病，总有那么几天来打衣服，等过段时间就好了。林辉在旁边打着圆场，半晌我才听到顾衍之小声地叫了一句，我躲在床上瑟瑟发抖。救命啊！家猫们，来了个吸猫体质的室友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深夜，林辉回家去了。顾衍之身上若有若无的猫味总往我的鼻子里钻，我的猫耳朵抖了2下，控制不住本能的呻吟出声。对面的顾衍之突然翻了个身，我吓得连忙捂住了嘴巴，心脏砰砰直跳。顾衍之就是一个大型的激发器，让我发情的症状更加严重了，都是新室友的错。这么想着，我红着脸变回了本体。一只小黑猫轻巧地跳上了顾衍之的床，它的胸肌饱满，我的小爪子蠢蠢欲动，肉垫伸展开来，1下、2下、3下，我按得不亦乐乎。
突然顾衍之抬起了手臂，要醒了吗？咪咪，不乖。顾衍之一边说着梦话，一边把我捞进手里，一双大手有节奏的从我的头顶一路捋到脊背，直到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，我才扒拉着被子爬出来，感觉脑子里晕乎乎的。我凭借着理智跳回了自己的床，变成人形继续睡觉。迷糊之间，我感觉自己浑身滚烫，喉咙发干，一只带着茧子的大手附上了我的额头，冰冰凉凉的。我忍不住往那只大手里蹭了蹭，我被捞了起来，一道温润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：乖，带你去看医生。看医生？去医院？我可不能去医院。再一看，我已经被顾衍之半捞半抱地带到了门口，我连忙挣开他，用背抵住门，慌张开口：我不去医院，我不要看医生，我也用不着你管。顾衍之的俊脸沉了下来，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笑盈盈的样子。他呼了一口气，一脸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捏着我的手腕，哐的一声把我的手按在了我耳边的门上。我被这动静吓得浑身哆嗦了一下，毛都要炸开了，差点现出原形。林墨，不要以为我脾气好，我特么也不想管你，但是你现在发烧了，等会把脑子烧出毛病来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昨天看你整个湿透了，我就知道会出问题，你不去也得去。他好婆吗？人类都这么话多吗？面前顾衍之好看的嘴唇一张一合，愤怒的话语断断续续的飘进我的耳朵里，我却听不了一点。要死了，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我是在发烧还是发情了。我的猫尾巴特喵的跑出来了，怎么办？还好顾衍之讲武德，没动我脑袋上的兜帽。起开！顾衍之带着火气说着，右手使劲就要将我拽走。不行了，只能用这一招了。我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尾巴，抬眼望他，眼眶瞬间红了起来，眼泪蓄满了眼眶，大颗大颗的从脸颊滑落，小脸缩在兜帽里，凄凄哀哀的抽泣着，看起来就像个被欺负了的小可怜。顾衍之冷着的脸一下子绷不住了。不是，你别哭啊！顾衍之松开我的手腕，用手胡乱揉了一把自己的头发。我悄咪咪的用一双泪眼瞅他，很好，顾衍之吃这一套，我的眼泪落得更凶了，声音哽咽：我不去医院，好，不去行了吧？我投降，我特么服了。他右手胡乱的开着我脸上的泪水，顾衍之的指尖带着些许茧子，触碰到我肌肤时，使我泛起一阵酥麻感。我不禁往他的手上蹭了蹭，他的手跟被烫了一样，一下子收了回去。别乱蹭啊！你又不是猫，蹭什么蹭？我不仅乱蹭，晚上还搁你的被窝里睡觉呢。原来这家伙吃软不吃硬啊！顾衍之看起来暴躁，实际上还蛮好拿捏的，这不就跟我家隔壁二狗子一样，挠他两下就生气了，过几天又屁颠的要和我一起玩。果然喜欢猫的人类不会是什么坏蛋。我只吃药好不好？行吧，你别哭了，搞得像我把你怎么了一样。下次我再多管闲事，我是狗。顾衍之一边嘴上烦躁地念叨着，一边又揽着我的肩膀把我送上床。睡梦中，我感觉到一只手突然摸上了我的猫耳朵。妈妈说，我们家族的女人被诅咒了，过了20岁就会变成狐狸精，必须要吸到元阳才能恢复人身。我求了高冷竹马很久，他终于答应帮我解咒。可生日那天，他却放了我鸽子，任由他的学妹把我锁进学校器材室，还打电话嘲笑我撒谎。后来他打开器材室的门，看到他室友赤裸着上身低声哄我时，他当场气炸了。器材室的门被关上了，光线一下子昏暗了下来，我心口突的一跳，升起不好的预感，连忙回到门边试图开门，却听见那头响起啰嗦的声音：等一下，我还在里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没注意里面还有人，钥匙不在我身上，你等着啊，我去找。我只能等。过了1小时左右，那个学妹来了一次，告诉我要是匹配不上，她去找老师过来。器材室里闷热不通风，我抱膝蹲在地上，没多久身上的衣服就被汗湿透了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这1年里，为了让周耀喜欢上我，我做了很多努力，好不容易他终于答应和我约会，帮我解咒了。为了吸元阳的过程更加愉快，我特意穿了平时不常穿的吊带短裙，可现在我却被关在这里了。我给周耀发了消息，告诉他我被困在器材室了，他没有回复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那个女生却迟迟没有来。他可能是故意的，他压根没打算放我出去。妈蛋！我紧急求助室友，可等消息发出去，身体里就涌现出一股难以形容的躁郁，头上好像长出了什么东西。我伸手一摸，这毛茸茸的触感，等等，我狐狸耳朵长出来了。我慌乱地给高冷竹马周耀打去电话，1通2通，电话响了好几遍，他才接起。周耀，我被关在器材室了，你能来救我吗？那头顿了一下，开口却不是回答我的话，却像是在问那个学妹。我直接惊在了原地。你真把他关进去了？哎呀，怎么办？玩得太开心，我把这件事忘了。胡闹！周耀，你能快点来吗？我好像……阿耀，我身上好痒，是不是酒精过敏了？不是都让你不要喝了吗？待会我送你去医院。苏纯，我这边有事情要处理，你打电话给室友或者辅导员，让他们来救你。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你必须和我睡觉，否则我会变成狐狸精的。狐狸精？苏纯，你撒谎也要用脑子。我感觉自己的心脏瑟缩了一下，传来一阵细微的疼楚。不等我说什么，他已经挂断了电话。忽然，角落里传出一道慵懒的男声：狐狸精？谁在说话？
我一哆嗦，警觉地循声探去，无人注意的角落里，有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抓住了货架，再接着是一截健壮有力的小臂。我不由瞪大眼睛，器材室里竟然还有人！货架不堪重负地晃了晃，男生也终于从纸箱后面慢慢站了起来。他穿着简单的白 T 和长裤，略长的额发搭在眼前，一张脸逆着光，越发显得棱角分明，轮廓优越。这是萧铎。苏纯，你在这里玩 cosplay？ 你为什么在这里？萧铎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印象里他一直吊郎当、逃课、打架，即使来了教室也只是在后排睡觉，作业不写课不听。因为家里有点关系，老师当他是空气，同学也不敢招惹他，我也有点怕他。但怎么说呢，他的成绩就是好的离谱，轻而易举就能击垮周耀的努力。上大学后又偏偏成了他的室友。打球打累了，在这里睡个午觉，你要不换个姿势吧？你这样我能看到你的打底裤。我俏脸一红，连忙站起身，把裙子往下压了压，他这才把头转回来，迈开长腿朝我走来。刚刚听你说门被锁了，周耀呢？他不来救你？他不来。早就告诉你他不是好人了，你不听。你这个耳朵挺有意思的，还会动。刚刚被揉耳朵的感觉好奇怪。哎，不像假的。你炸毛了。我顺着他的视线向后看去，一条硕大的尾巴把我的裙子顶了起来，正张扬的微微摆动。萧铎一眨不眨的盯着尾巴，显然很错愕。我说这是新科技的话，你信吗？刚长出来的新科技吗？我们陷入了寂静，我没有力气再去狡辩，我身上又开始难受了。萧铎的脸莫名红了红，他不自然的别过脸，拿出手机。你先别紧张，我现在发消息给室友，让他来救我们。等一下，我这个样子不能给别人看见。你真的是狐狸精。是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？我不想被抓去研究。好，我可以不告诉其他人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我想摸摸你的耳朵。可以，但你要轻一点。我犹犹豫豫的说完，他嗯了一声，慢慢把手伸向我的耳朵，轻轻揉了揉。我咬着唇，忍耐那种奇怪的感觉。萧铎好像有些爱不释手。几分钟后，我受不住了，眼泪汪汪的问：好了吗？你这个样子怎么才能变回人形？不会是要吸男人的阳气之类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还真是这样。所以你今天约周耀出来，是想做这个？你吸不到阳气，就变不回去？那你只能将就一下了。我正在愕然，萧铎突然拖住我的后脑，低头吻了下来。好纯的阳气，比周耀的还要纯。我的眼里泛出水光，一下子就沉醉在里面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萧铎蓦然松开我，微微喘着粗气。够了吗？不够。还要亲？要别的。要什么？我的视线下滑，萧铎却突然伸手捂住了我的眼睛，他像是在磨牙。萧铎脱了上衣，胸腹之间壁垒纵深，好帅！我的眼睛都看花了，手禁不住就摸了上去。想要继续的话，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好。你还喜欢周耀？以前喜欢。那现在呢？我没说话，他攥着我的胳膊的手无意识收紧，最终咬着牙说他替我决定了。很快巫山隐隐结束了，我慢慢爬起身，整理衣服。喂，那什么，你的耳朵和尾巴都消失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把我裙子弄脏了，妈的，我好茶。别哭了，是我的错，裙子脏了我赔给你好不好？就在萧铎手忙脚乱、笨拙地安慰我，器材室的门忽然开了，一道明亮的光柱打了过来，让人无所遁形。我心口猝然一跳，像做了坏事一样心虚地蜷缩起来，眼睛被强光刺激得有些难受。我听见周耀的声音，透着迟疑：苏纯，你先把手电筒关掉。等眼睛稍微能适应些，我才看清周耀铁青的脸。他撂下手电筒，冲过来一拳打在了萧铎的脸上。谁让你他妈碰他的？萧铎也不示弱，两个人当即扭打在了一起，撞翻了好几个马扎和一排放杂物的架子。我急了，他在对我的恩公做什么？别打了，再打一会儿把保安引过来了。你自愿的。他的脸色异常苍白，执拗地等着我的回答。我点了点头，可能是阳气吸得太过了。回到寝室的我，水灵灵的睡了2天1夜，要不是鼻子里还有气，室友差点就要报警了。醒来之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前胸贴后背的那种。我抓着室友火速赶往校外的夜宵摊子上狂吃了一顿。回去的路上，却发觉萧铎站在宿舍楼下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不回消息啊！丧尸末日降临，为了保命，我投靠了楼上那个神秘女人。就在她出去给我找退烧药时，一群不速之客上门了。柳如烟，你在家吗？你们是谁？你好，我叫程阳，是生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，来给柳如烟送资料，能先让我们可以进去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冒险。那好吧，我把资料用塑封袋包好放到门口，请你帮我把它交给柳如烟，这些资料真的很重要。确认他们已经走远，我才悄悄打开一条门缝，把文件袋拿进来。不知道这份资料是否真实，我决定等柳如烟回来再说。等了整整4个小时，门口终于传来门锁转动的声音。小妍姐姐，小妍姐姐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江小妍，在孤儿院保护我的小妍姐姐。
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原来小北还记得我。对了，小妍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这些丧尸伤不了我。这话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但我来不及细细琢磨，想起桌上的文件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有几个自称生物研究所的人送来一份资料。他们还有没有说什么？没有。小妍姐姐，你是科研工作者吗？我曾经是 A 大生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。等以后丧尸王被消灭，或许大家就可以回到原本的正常生活。忘了告诉你，丧尸王看上去和正常人没有区别。难道柳如烟是丧尸王？小北害怕我了吗？不害怕。如果有一天我变成失去理智的怪物伤害你呢？你也不怕吗？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可是小北，我不希望你对我这么信任，你应该时刻对我保持警觉。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我很可能会失控。如果哪天我做出伤害你的事，你要第一时间杀了我。他拉起我的手，缓缓贴上他的胸口，薄薄的衣料下，我能感受到疯狂跳动的心。记住，丧尸王的弱点在这里。其实最早的丧尸王不是我，是我的母亲。10年前，她突然变得很奇怪，她的身上长满了丧尸纹，起初是手臂，渐渐地蔓延至全身。再后来，她失去了理智，险些咬了我和父亲。那时的她已经失去了控制身体的能力，她哭着求父亲杀了她。在你16岁生日那天，我发现自己的手臂竟然也长出了丧尸纹，我不敢去见你，也无法面对变成怪物的自己。如果未来某一天人类研制出消灭丧尸的方法，身为丧尸的他又该如何寻一条生路？半个月过去，丧尸危机愈演愈烈，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股绝望的颓气。柳如烟最近身体状况突然变得很差，时常头疼。为了不让我担心，她总是在夜里偷偷吃止痛药。我急得团团转，可是情况始终不见好转。这天清晨，我被重物落地的声响惊醒，睁眼便看见柳如烟倒在地上，手里攥着已经空空如也的止痛药瓶。她眼底猩红，脸上爬满了黑色的丧尸纹。小妍姐姐，你还好吗？我跑过去扶她，却被她猛地掐住脖颈。在她尖利的獠牙即将咬上我的脖颈的前一秒，她猛地将我推开。小北，杀了我！5年前，我被后妈陷害，关进了世界最恐怖的监狱，而我却在里面认识了108位师傅。他们是全世界最恐怖的罪犯，有权倾天下的太师，有富可敌国的首富，有无可匹敌的战士，还有举世顶尖的黑客。他们将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了我，并嘱咐我出狱后一定要大展宏图。而今天是我出狱的日子。小疯子，我传授给你的医术只能用来灭口，不能救人，记住了没有？小疯子，老子送你的那把匕首每天都得见血，你给老子好好养着，等老子成功出去后会去找你的。你出去以后要不弄出几个惊天大案，就别说认识我们。5年了，我们可不想培养出来一个废物。重犯七嘴八舌对我做最后的叮嘱，务必让我到了外面闹得天翻地覆，不枉费他们培养一场。广场的角落里坐着一个颓丧的老头，手中提着酒葫芦，仰头饮了一口酒，冷冷地道：陆村，走出这座监狱，咱们从此再无关系。无论行善还是作恶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但是有一点，你要是再被抓回来，我们就把你大卸8块，丢出去喂狗。放心吧，楚老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老人倚墙而坐，独自饮酒，不再言语。对于这些被判终身监禁的人来说，陆枫不回来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。随即，陆枫又面向其余众人后退一步，并冲着大家深鞠一躬：师傅们，再见了。此言一出，现场一片死寂，甚至连角落里坐着的楚老手也不禁微微一抖，酒水洒落一地。这是他5年来第一次用师傅这个称呼。陆枫摆了摆手，提起简单的行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监狱。老者望着陆枫离去的背影，仰天笑道：去吧，去做风吧，去做不被定义的风。离开了这里，你将如猛虎归山，蛟龙入海，再也没有人能束缚你。监狱外停着一辆黑色的商务车，当见到陆枫走出来后，车门一开，陆续下来6、7个西装革履的男子。陆少，我们是太太派来接你的。陆少，已经好久没有人这么称呼自己了。当初被迫卷入了家族继承人的纷争，被继母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入监狱，5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纨绔大少惨死100次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监狱内那些另外界胆寒的恶人们并没有对我动手，反而将他们的毕生所学全都传授给我。陆少，请上车。管家的声音打断了陆枫的思绪，随即跟着上了车。一阵颠簸过后，车子来到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山区，在一处悬崖边停了下来。陆少，下车了。这么快就到家了？你还想回家？你这个坐了5年牢的犯人还有脸回去吗？说着，管家丢出一本护照和一张银行卡。太太吩咐了，拿了这些钱滚出国去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如果我不走呢？那我们就在这里直接送你上路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那个女人还是要置我于死地，哈哈哈哈！下辈子投胎找一个普通家庭吧，是你自己跳下去，还是让我们动手？
真是一群忠诚的狗腿子。那个女人给了你们多少钱，让你们这么卖命？反正你也死到临头了，就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让你当个明白鬼。5年前的那场车祸也是我们一手策划，然后嫁祸给你的。嘿嘿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惊喜？你们不说，我也会查清楚当年之事。既然你们不打自招，那我也不用客气了。面对这群人的步步紧逼，陆枫缓缓掏出了一把古朴的匕首。九师傅说过，他的这把匕首每天都得见血，不然会生锈。今天就从你们开始。话音未落，只见那群打手一个个捂着喉咙相继倒下，他们甚至都没能反应过来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轻松解决完这些人以后，陆枫将他们的尸体装进车内，然后连车带人一脚全部踹下了悬崖。次日，陆枫走在街上，只见一辆轿车竟横冲直撞，向着自己这边冲。又来？难道又是那女人？快让开，车子失控了！见状，陆枫不慌不忙一步跨出，竟主动挡在了车子行进的路线上。车内司机见状，顿时惊呆了。卧槽，你小子找死啊！完了完了，这下要出人命了！而陆枫只是轻轻一抬手挡住车子，车子竟奇迹般的停了下来。司机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庆幸不已。而后，陆枫掀开了车盖，看了一眼，原来是车子被人动了手脚。陆枫简单修理了一下。谢了兄弟，运气真好，遇到个会修车的。陆枫没有理会司机说话，直接拉开车门坐上了车。走吧，送我去玉龙山庄。你倒是不客气，让你上来了吗？华少，快点开车吧，这位先生帮我们修好了车，带他一路也无妨。男子也不再多言，一脚油门继续赶路。但刚开出去没多远，后方突然冲上来好几辆车，左右夹击，将车又给逼停了下来。是黑龙的人？难道他们反悔了？黑龙？难道是七师傅的手下？两人下了车，立即被一群黑衣人给包围住。赵小姐，你们的运气还真好，车子这么快就好了。果然是你们暗中动了手脚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连我的车都敢动手脚，知道我爹是谁吗？华知府的公子华国栋，赵家千金赵婉婷，二位尊贵的身份我们当然清楚。那你们还敢这样对我们？谁给你们的勇气？刚才我们与黑龙交易，钱货两清，难道你们还敢反悔？钱我们留下了，东西我们也得带回去，二位东西交出来吧。没想到黑龙这么不讲道理，我们要是不交呢？嘿嘿，那我们就亲自动手来取了。陆枫看着外面的冲突，本不想参与，但就在这时，又有一名黑衣男子敲了敲车窗，命令道：小子，你也滚下来！刚才就是你小子帮他们修好的车吧？如果没有你搅局，我们早就成功了。我今天非得教教你什么是该管，什么是不该管。你们是地下龙门黑龙的人？你小子还知道地下龙门？不错，我们的老大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龙，果然是七师傅曾经的下手。刚才你敢多管闲事，那就废掉你一双手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修车了。说着，那人逼到近前，甚至抽刀威胁。陆枫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拳击出，就见那名持刀的男子已经被打飞了出去，足足将那人打飞出去10几米远。陆枫走到近前，掏出了一枚巴掌大小的牌子。认不认识这个？龙王令？你怎么会有龙王令？要知道龙王令已经消失了7年，现如今地下龙门已经是分崩离析，彼此约定谁能找到龙王令，就能成为新一任的地下龙王。回去告诉黑龙他们，你们的龙王回来了，让他立即召集其他的龙崽子，明晚到龙门大厦来见我。侵犯我女儿的黄毛出狱后，竟威胁我女儿嫁给他，说在里面想我女儿想的心都碎了。我笑了，碎的何止是心呢？警方找到他的时候，碎的就剩下一半了。剩下的一半在哪？邻居举报你多了一宿的肉馅。警官，你不会怀疑我吧？好肉不剁馅，好果不切盘，你没听过吗？女儿正式出院的这天，我买了她最爱的向日葵，满心欢喜的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开始。可我做梦也没想到，那个毁了我女儿一辈子的黄毛又出现了。哟，小贱人，这是遭报应啦！活该，一直不知道被谁穿过的破鞋。我不嫌你臭，你还敢告我？看到他的样子，我瞬间失去了所有理智，脑海里面只有一个念头：弄死他。可还没等我出手，胳膊却被女儿紧紧地抓住了。爸，回家吧。女儿低着头，纤细的手腕因为太过用力，出现的道道青筋就像是鞭子一样，抽得我心一阵颤抖。我花了3年时间给女儿做心理辅导，才刚好赚，却又要功亏一篑了。滚！从今天开始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面，不然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老男人，你……杨平，怎么跟你叔叔说话呢？还不赶快道歉！说话的人是黄毛他妈陈喜贵。黄毛进去的这几年，他没少来我家撒泼打滚，这我女儿怎么不早点死？今天却是换了副样子。你在打什么鬼主意？是这样，我觉得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2个孩子还挺有缘分的，不如让他们2个试试。什么？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？你儿子蹲橘子把你脑子都蹲傻了，你儿子这个扔进垃圾堆，垃圾都嫌弃的脏东西也配有这种想法？切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女儿脑子都有问题了。我儿子不计前嫌是他的福气，要不以后也是没人要。
妈，你让我娶个傻子，我可不知道这情况啊。哎呀，傻不傻的，能生养就行了。这对恶心的母子肆无忌惮地争论着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你们都给我死吧！我想要豁出我的一切的时候，女儿却忽然抬起了头。好，嘿，我就知道我的魅力大，要不是你爸舍得告我，我有多爱你，你是知道的。走！我气得差点原地爆炸，急忙将女儿拉上了车。一路上我开得飞快，一直到了家里楼下，才终于平复好了心情。苗苗，答应爸爸，不要自暴自弃，更不要放弃自己，好吗？有爸爸在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女儿没有说话，脸上甚至没有什么表情。可越是这样，我就越是心疼的像是要被撕碎一般。相信我好吗？爸爸没有说谎。苗苗终于点了点头，也算是有了点反应了。可我们刚回家没多久，黄毛就又带着他妈上门了。他们两人笑得兴高采烈，完全没有想到我真的没说谎，他没听我劝告，再次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。我真的会让他们后悔，不对，应该说不止他们。岳父，干嘛这么着急走啊？我带了点补品给苗苗补补。是啊，亲家，要不咱俩聊聊彩礼的事儿，让两个小年轻也叙叙旧。滚！没有就可以续，也没有彩礼。你要有钱的话，留着给你儿子办葬礼吧。黄毛再次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时，我猛地将门关上了，然后给女儿做起了饭。苗苗，下周4就是农历2月18了，也就是你的生日，咱们去游乐园好不好？他不会去吗？不会的，以后都不会了。等过完生日，送你回学校好不好？你还想回梁老师在的班吗？女儿摇了摇头，再次陷入了沉默。这种沉默一直持续了1周。周4的那天早上，女儿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我带着她出了门，为了让女儿尽快接触人，我还特意带她跟楼下的小朋友们玩了一会儿，让她给大家发了糖。自从女儿发生那件事情之后，小区里的人都一直在躲着她，但我还是找上了那几位的妈妈。今天是2月18，我女儿生日，让她跟孩子们玩一会儿吧。她现在状况好多了。或许是出于同情，他们同意了。女儿也真的玩得很开心，好久都没有这样开心过了。我之后又带她去游乐园玩了1天，回来的时候，她甚至都肯主动跟邻居说话了。苗苗今天穿得真漂亮，要没发生那件事情就好了。王奶奶，今天周4超市搞特价，有你孙子最爱吃的酱牛肉。哎呦，这会儿快没有了。邻居慌乱地跑了之后，我嗔怪地看了一眼女儿，而她像是没有发觉一样，发出了咯咯的笑声。爸，我们回去吃饺子吧。从那天之后，女儿好像真的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竟然开始主动跟我说话了，甚至还养成了一个新的爱好——喂猫。我多希望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持续下去。直到1个月后的某天早上，刘队敲响了我家的门。杨平失踪了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这件事情与你有关，请配合调查。绝对是他干的。我儿子刚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威胁过让我给我儿子办葬礼。我儿子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询问还没开始，陈喜贵便窜了出来，大呼小叫，但没人理他。刘队是当年经手苗苗案子的人，所以对我们态度还是相对温和一些。进屋例行公事的做了些询问后，他便围着屋子转了起来，依旧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直到他打开了我家的冰箱，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，只有几乎堆满了整个空间的饺子，上面冷藏的温度不是太够，已经有些微微变质，散发着阵阵腥臭气。这年都过完多久了？为什么做这么多饺子？女儿爱吃，而且只吃饺子。刘队上下打量着我，似乎在观察我的表情，然后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。他知道原因，我女儿出事的那天就是为了赶回家来吃饺子，可惜他没能吃得上。就在房间的气氛有些凝固的时候，一道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别听他的，他有问题。”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陈喜贵消失了一会，而他在出现的时候，邻居王奶奶被他拉了过来。王奶奶有些心虚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便对着刘队说道：“他上个月9号的时候在家剁了1整碗的肉，非常的吵，当时我就觉得很怪。他在毁尸灭迹，我儿子恐怕已经遭了他的毒手了。”怪吗？可是你吃我送你的饺子的时候没觉得怪呀，还说很香呢。想知道我是怎么调的馅吗？王奶奶像是想到了什么惊恐的事情，瞬间呕吐不止。而这个时候，刘队忽然蹲在了地上，在抬头的时候，眼神变得无比的锐利，像是刀子一般刺向了我。饺子做多了可以理解，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肉馅？过了1个月还有这么多，那最早的时候得有上百斤吧？不止上百斤，他给整栋楼的住户都送过几次饺子，给我家更是送了整整3份，绝对有150-160斤的饺子。我儿子的体重就是160多斤，